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阴霾下，普通民众的生活越发艰难，失业率攀升，物价上涨，房贷压力山大，许多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政府却始终不愿意采取直接给百姓发放现金的措施来刺激经济。这种做法不仅让人民失望，更引发了诸多质疑和批评。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关于全民发钱的呼声再次高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同比涨幅仅为 0.1%， 明显低于当局设定的 3% 目标，也远低于过去20年 2.4% 的平均水平。这一数据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通缩压力，消费需求疲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呼吁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刺激消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教授毛振华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分批发放总额高达10万亿元的现金补贴，平均每人可以获得7000元。与此同时，他建议减少10万亿元的基建支出，将资金从低效的政府投资转向直接惠及民生的消费刺激。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则认为，政府应该至少发放1万亿元的消费券，重点支持中低收入群体。他指出，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或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这些建议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普通民众纷纷表示支持。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留言说：“发钱吧，我们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每天为柴米油盐发愁，如果能得到几千块钱的补贴，至少能喘口气。”这些呼声反映出当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压力之大。然而，尽管呼声高涨，政府似乎并不愿意采取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相比之下，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消费券计划，但规模和力度都十分有限。以上海为例，2023年推出的消费券总额仅为30亿元，平均每位市民能分到的不过100余元。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所谓的消费券往往只是一些优惠折扣，并非真正的现金补贴。一位上海市民无奈地表示，发的消费券限制太多，能用的地方少之又少，根本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却十分慷慨。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出所谓的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所谓的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几乎毫无关系。一位知名国际银行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分析更是令人震惊。他估计，在2020年政府推出的总额约2.2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中，仅有0.2万亿至0.3万亿元可能用于通过直接现金转移或消费补贴来帮助低收入人群。换言句话说，真正惠及普通百姓的资金还不到整个计划的 15%。更加令人心寒的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远远超过了对个人的补贴。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2年5月的报告，2019年中国的产业补贴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73%， 相当于248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国公布的军费开支。报告还指出，中国的产业补贴规模远超其他国家，是日本的 3.7 倍，德国的 4.2 倍，美国的 4.4 倍，巴西的 6.1 倍。这些数据无疑凸显出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严重偏差，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可能低效甚至亏损的国有企业，而忽视了急需帮助的普通民众。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上的支出也十分惊人。根据一份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双边对外援助上已经花费了8430亿美元，平均每年高达395亿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仅仅是1年的对外援助金额，就相当于给每个中国人发放280元。反观国内的民生保障，情况却十分堪忧。据财新杂志的统计，截至2020年，全国只有约13个城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专门的补助，而这些补助的总额还不到2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与对外援助形成了强烈反差，也凸显出政府在照顾本国民众方面的不作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根据2020年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表态，中国约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口，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仅有1000元左右。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40元人民币。在物价不断上涨的今天，这样的收入水平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于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来说，政府的救助微乎其微。根据法律资讯网站华律网的信息，2022年中国贫困户1年的补助仅为150元至1200元不等。这意味着，即便是获得了最高标准的补助，平均到每个月也不过100元，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难以购买。面对如此悬殊的资源分配，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经济学者指出，中国每年的3公消费和政府开支都非常庞大，比如一些省部级官员的医疗社保，可能要占整个医保的80%以上。这部分钱如果用来解决普通民众的医疗问题，完全可以实现相当大部分人的免费医疗。这番言论无疑道出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心声。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对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有人愤怒地写道：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最后却成了官员的福利和对外援助的资金？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到政府的关怀？随着经济困境的加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呼吁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模式。然而，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策导向来看，这种转变似乎遥遥无期。中国不断强调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并警告不要走西方经济发展的道路。2022年5月，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同年8月，再次强调要避免采取更加西化的刺激政策，避免效仿西方的增长模式。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今年7月的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比以往更多的提到了家庭消费，但仍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显示当局仍在坚持供给侧优先政策。这种政策取向意味着，政府将继续把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和产业升级上，而不是直接改善民生。一位知名经济研究机构的中国经济专家对此评论道：会议确实呼吁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家庭福利，但由于缺乏具体细节，因此尚不清楚其在实践中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总体而言，公报表明政策的主要重点仍然是经济安全和培育高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这种政策取向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消费自201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 38% 的低水平，而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 68%。这意味着，相比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严重压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反而在上升。投资银行瑞银 UBS 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家庭将可支配收入的 33.5% 用于储蓄，高于2019年的 29.9%。这种藏钱于民的现象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中国不愿意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补贴，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束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高层领导认为，促消费的增长可能导致浪费，与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不符。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年轻时经历了艰苦的生活，这些经历被认为塑造了他们勤俭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观点。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高层传达的信息是，过度的社会支持可能会助长懒惰，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策制定。其次是政治考量，中国似乎担心，一旦开始大规模向民众发放现金，可能会引发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关注。李稻葵等官方学者多次强调，不应简单的用基尼系数来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这种论调背后隐藏着中国对民众觉醒的深深忧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 0.47， 接近社会稳定的危险边缘。之后的很多年，这一数据一直未被公布，就像官员财产一样，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第三是体制问题，在中国的特权经济体系下，如何公平地向全体公民发放现金补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应该对高官、退休高官、省部级干部等群体区别对待？如何界定发放标准？这些问题都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最后是财政压力和通胀担忧。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十分沉重，2021年末的债务余额高达 30.47 万亿元。如果通过印钱来发放现金补贴，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家指出，政府把银行的资源都拿去做新质生产力，能够给老百姓的福利就必然缩水，所以就造成现在很扭曲的现象，老百姓要付很高的税，要缴很高的社保，根本无法消费，导致内需不振。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民生困境，中国政府似乎既无心也无力采取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的措施来刺激经济。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一位中国经济学者感叹道，中国的做法就像是一个守财奴，明明坐拥巨额财富，却连给家人买一顿像样的晚餐都舍不得。最终，这种抠门不仅伤害了民众，也会摧毁整个家庭的未来。在社交媒体上，一位网友的评论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们不是在要求政府大撒币，我们只是希望能得到起码的生存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所谓的中国梦对我们来说，恐怕永远只是一场空中楼阁。随着经济压力的持续加剧，政府能否调整其僵化的政策立场，真正关注民生，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然而，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这种转变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对于亿万中国民众来说，艰难的日子可能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